Given the widespread display of anger and frustration, is China thinking about ending it, and if so, when? Thank you. 喂，找什么呢？找着没有？人家问你呢，还没找着？喂，赵立坚，不是，哎，大葱，请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A question from Reuters. Given the widespread display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zero COVID policy, is China considering ending it soon? And if so, when? 大葱，不是赵立坚，赵发言人，找着没有啊？是不是脑子一片空白啊？想什么呢？是不是害怕了？你谈到的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11月28号中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这一天的新闻发言人是赵立坚。大家都知道，赵立坚被称之为战狼。甭管面对外国记者的时候，他说的有没有道理，那气势上一般都是绝对不会怯场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新闻发布会看起来不同寻常。为什么呢？就是赵立坚一扫往日那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看起来像是一个犯错误的小媳妇儿。按道理来讲，他不太应该，对吧？问题也不是特别难。咱们今天就来讲一讲28号的这场新闻发布会。11月28号下午这个赵立坚像往常一样走进了新闻发布厅。第一个问题呢提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太有精神。下午好，欢迎出席。第二个问题开始路透社记者就开始恶意提问。他问的什么问题呢？他问的是全国各地都在此起彼伏的进行抗议，是吧？这个什么时候中国政府会结束这个动态清零的政策？会不会结束动态清零的政策？按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不算太难，为什么呢？因为从26号开始到27号，甚至更早的25号吧，从新疆开始到上海到北京，全国各地的老百姓都在聚集，都在抗议。赵立坚不至于不知道吧？他肯定是知道的，对不对？那么他也应该想得到外国记者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会提问，但是呢，没想到人家路透社这个记者提完问之后，赵立坚卡壳了，不知道怎么回答了，然后他就在桌子上找。我估计可能是在找答案，因为其实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很多时候回答的问题，其实他是不能临场发挥的，他是必须事先有文案的。那么这个文案按道理来讲，他如果没找到也不应该这其实这么重要的问题，你这文案没找到赵立坚这个时候呢，他为了这个争取时间，他让这个记者又提了一遍，提完这还是没找到，最后呢，他实在是找不着了，我估计他也脑子一片空白，他就开始说：你谈到的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中方一贯根据动态清零的总方针，根据现实的情况，一直在进行有关的调整。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落实第9版防控方案和20条优化措施。我们相信，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了全体中国人民的配合和支持，中国的抗疫一定会成功。下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混过去之后后面的问题赵立坚其实回答的也都是语无伦次，然后呢，基本上也都是那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就是非常奇怪，跟他平时面对这个外国记者提问的时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咱们今天就来分析分析这个问题啊。我个人觉得大概率可能是因为赵立坚的后院失火了，他家里的后院失火了。什么问题呢？是赵立坚他自己的太太他在新浪微博上开了一个账号，结果这个账号呢就在这2天被人给扒出来了。要说这事儿也不奇怪啊，虽然赵立坚是这发言人，他自己太太在新浪微博开一个账号有啥区别？有什么稀奇的呢？但他这个老婆不一般，他这老婆的微博的这个账号这2天已经成为了新浪微博上所有人共同欢乐的源泉，是吧？首先呢，就是他这个微博里头不停的在秀恩爱、秀幸福。赵立坚过生日的时候他媳妇儿给他戴一顶那个 Happy Birthday 的那个帽子，是不是？切蛋糕呢，是吧？而且都用美颜相机拍的。你想想，这么大岁数了，用美颜相机拍，是吧？然后2个人那含情脉脉的，是吧？依偎在一起，确确实实看起来给人感觉是神仙眷属啊。随着网友的对这个赵夫人的微博的研究发现这里头就像宝藏一样。首先呢，这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夫人呢，在整个北京的疫情期间，是吧？经常出入各种场所，通通不戴口罩在他们自己家楼下活动的时候不戴口罩，出席公共活动不戴口罩，跟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外交人员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在密闭空间里，他也不戴口罩。你想这问题就大了，是吧？现在北京市3令5申，你在公共场所里头必须戴口罩。大家都知道，全国只有谁可以不戴口罩？只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可以不戴口罩，其他人都得戴。王岐山去到美国去参加活动到那个英国参加活动也得戴着口罩其他人都像围观动物一样围观他们也得戴着口罩。但是你想想，赵立坚的媳妇儿出席活动竟然不戴口罩那你再想想这背后的逻辑，就非常可怕。为什么呢？他为什么不戴口罩？他不戴口罩，是不是意味着他认为这个奥密克戎实际上对这个人的健康没有那么大威胁？因为我们总不至于想到，就是其实他们认为这个东西有很大威胁，但是他不在乎，他宁愿违反政府的防疫政策，他也不在乎。我想应该不是这个逻辑。所以真实的逻辑最大的可能是什么？就是赵立坚的夫人认为奥密克戎没有那么大威胁，不戴口罩没关系。那你想想，这是什么？这反党现在党中央20条规定，那个9条规定里面，什么第9版里面，大家都在讲都在讲这个奥密克戎实际上致死率还挺高的呀。那他夫人内心里这么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赵立坚夫妇对党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他虽然在新闻发布会上，他怼美国、怼英国、怼法国、怼日本、怼台湾，上怼天下怼地，但他内心里头实际上并不认同党中央的政策和方针。那你想想，这是什么？这是潜伏在我们外交部里的特务这种人当我们国家的新闻发言人，你想想多危险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才发现，通过他的媳妇儿的这个微博，我们才发现赵立坚他的儿子在德国留学，并没有留在中国。那你想想，这其实也是个问题这个你天天说中国好，是不是？外国差，外国水深火热，你为什么把儿子送到德国去留学你为什么不在北京留学呢？为什么不送到这个雄安去留学呢？你为什么要把他送到德国去留学？那雄安是总书记钦定的那个地方，全国有好多大学都搬到那儿去了。那你不把儿子送到雄安，你送到德国，你这说白了也是为敌对势力培养接班人更可怕的是，他老婆在德国发的那个帖子，就今年6月份发那市中心德国人下班之后开着游艇在河中间，他老婆发什么？他说这个市中心下班之后这生活拒绝加班，平淡而真实。你想想，这就更可怕了。为什么？赵立坚天天说西方社会苦不堪言，水深火热，他老婆然后就在德国享受蓝天白云，
然后还说这种生活平淡而真实，那个惬意啊，跟别人一起喝下午茶，看那个名表百达翡丽。这什么？有人说了，这两口子在中国干事儿，在德国生活，这是双赢啊，赢麻了这一家呀，是吧？说完这个之后呢，大家还问了，那我们现在旅游我们都出不去，那你赵立坚的夫人你怎么去的这个德国呀？那你老百姓都去不了，你为啥就能去呢？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去的德国呢？然后呢，就有人就质疑了，说这赵立坚的夫人到底是干啥的？他呢今天还出门解释呢，他说他就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因为工作原因可以经常到境外去出差。其实这是假话，为什么呢？你在网上搜一下，他自己的微博上都有。他呢在写过巴基斯坦的报纸他的文章，他自己也别人报道他。他的夫人叫汤天如，这汤天如啊是巴基斯坦一家贸易公司的总监，在巴基斯坦做生意的。那他这个在巴基斯坦做生意啊，是吧？那公司在巴基斯坦，他怎么说他是在北京工作和生活呢？不对呀。而且你知道国内的有一家什么实践团到巴基斯坦去访问的时候，然后还采访了他夫人，他夫人当时身份就是巴基斯坦全球大使啊，8月就在巴基斯坦工作。日是实践团在伊斯兰堡的最后一天。这一天里，我们先后拜访了中国路桥集团驻巴办事处、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并采访了2019年巴基斯坦全球大使奖章获得者汤天如女士。在此期间，我们为怎么摇身一变又变成了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呢？说假话呀，这也是阳奉阴违啊。这第三个方面就是耍特权。你想想，他这里头又发了一条帖子啊，说他有一次从土耳其过境的时候想入境巴基斯坦，结果呢没有核酸报告进不去，结果怎么着？人家这个赵立坚的夫人呢，给这个巴基斯坦打了声招呼，巴基斯坦总统府那边让5个部门联合给他出了一份文件，就让他入境了，免除一切核酸的规定，牛吧？这赵立坚夫人厉害吧？其实为什么他们跟巴基斯坦特别有关系？这里可能得补充一个信息，这赵立坚最早啊驻外的时候在巴基斯坦干过，然后后来呢又去到巴基斯坦做参赞，做公使衔参赞，然后这个他老婆也在巴基斯坦，这里头就有点令人疑惑了啊。按道理，按照我们国家的外事纪律，赵立坚在巴基斯坦做公使衔参赞，其实他的夫人应该是随行夫人。按照外交部的规定，什么叫随行夫人？就是他这个随行夫人本身在那个地方是有工作要求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大使夫人和公使夫人呢，算我们整个外交使团的一部分，拿红色护照的。那么同时，他夫人又在巴基斯坦开贸易公司做家具，这就奇怪了，这也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外事纪律啊！你作为随行夫人，你怎么可以办企业呢？你这里头有没有利益输送啊？如果你这个公使夫人在巴基斯坦做生意、做公司，怎么能保证你不利用赵立坚当时公使的这个身份去搞定那些资源呢？这明显是违背这个利益回避的原则呀！他还在那说，就是什么他推特被这个马斯克给解封了，解封了之后呢，这赵夫人就在那说，他说啊，马斯克给我解封了，这敌人的恨意啊，让他觉得骄傲。那底下人大家就问了，哎，你怎么上的推特啊？就是你通过什么途径翻墙上的推特了？我们普通的老百姓上推特寻衅滋事抓起来，为什么你作为赵立坚的夫人，你就可以上推特呢？这里大家可要讲一下啊，赵夫人现在可不是外交使团的成员了，因为赵立坚已经回国，在外交部做新闻发言人，他属于国家的普通的公务员，他的夫人是没有任何权利翻墙上推特的。赵立坚可以有，因为赵立坚他是属于在推特上还有个账号啊，那个账号肯定是有关部门给他弄的，据说是花钱买的，因为点赞黄色网站，当时啊，实际上他那个号一开始就有很多粉丝嘛，就是花钱买的啊。但是他的夫人，国家可没有批准他可以翻墙上外网啊，可以做这个在推特上开账号啊，那谁给他的权利啊？你想想，你天天在这耍特权，
老百姓连小区都出不去，你可以满世界的跑，人家给你人家可以5个部门给你共同出文件入境巴基斯坦，是不是？然后你在那个地方说要警惕美国西方国家对中国搞颜色革命，你这不是脑子进水了吗？是吧？说白了啊，这种事情引起众怒之后，你不吭声就完了，他还在网上跟普通网友怼呢。说句心里话，他这老婆肯定是不明智，这要是被有关的高层领导看见之后，绝对影响赵立坚的前程。所以我说这个背景啊，大概率是赵立坚在28号这天心事重重啊，心不在焉呢，跟他老婆在这个新浪微博这肆无忌惮的表现可能有点关系。28号的新闻发布会啊，这个还在继续提问，提问的过程中间，前面不是路透社提完问题了吗？紧接着共同社记者就提了一个问题。日本共同社的那个就报道说，那个英国 BBC 记者在上海采访群众活动抓了被拘留了，他违反什么法律呢？另外在北京也最近发现类似的群众活动，我们采访活动是违反违规吗？谢谢。共同社提的问题之后啊，赵立坚跟前面的表现又是一模一样，找啊找啊找啊，还没找着。请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据报道，英国 BBC 记者在上海采访群众活动中被抓了，被拘留了，他违反什么法律？还有另外在北京最近发生了类似的群众抗议活动，我们采访活动是违反吗？违反违规吗？谢谢。我们看到了 BBC 就有关的情况发表了声明。据了解 BBC 有关声明与事实不符。根据向上海有关部门了解的情况，有关记者当时未表明记者身份，未主动出示外国记者证。事发时，当地执法人员对现场人员进行劝离，在相关人员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将其带离现场。中方一贯欢迎外国记者依法依规在华采访报道，并为此提供了大量协助和便利。与此同时，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报道期间，应该自觉又开始心不在焉的乱讲了。法律法规。赵立坚的这个解释啊，应该说跟上海市政府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在27号啊，上海市乌鲁木齐中路那个地方发生抗议 ，BBC 的记者到现场去报道，结果呢，被当地的警察强制带离。上海市的解释是说，怕这个 BBC 的记者啊被群众感染，于是把他带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怎么怕群众感染把他带离的。这是网上当时附近老百姓啊拍到的画面。而赵立坚的解释呢，是说他没有出示记者证，是吧？咱们不知道他哪个说的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总而言之，用这种方式把一个记者啊，而且赵立坚还说，中国政府一贯是给外国记者进入中国拍摄啊，提供一些便利条件。你看，便利条件就是这样的。而且大家都知道，这几年很多外国记者在中国已经拿不到签证了，不仅仅是中国大陆拿不到签证了，就是在香港做报道的记者也拿不到签证了。结果赵立坚怎么办呢？就开始在网上，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开始信口雌黄。紧接着又有人问他怎么看伦敦那个现场有人喊习近平下台，这问题赵立坚哪敢回答呀？是不是？然后你看他这个表现。后来又有人问他关于这个新疆的问题，
关于你提到的乌鲁木齐火灾，乌鲁木齐市政府已经发布了有关的声明。的确，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将这次火灾同当地的抗疫政策相联系。乌鲁木齐市政府已经召开有关的记者会，阐明了事实真相，驳斥了有关的造谣和抹黑。应该说这一场发布会啊，对于赵立坚来说是一个灾难，是一个大型翻车现场。怎么看啊？大葱啊，赵立坚和臭丫头的联袂表现啊？我个人觉得啊，赵立坚在发布会上今天2次说到西方的媒体记者提的问题啊，与事实不符。但实际上呢，他们自己过的生活才与事实不符。表面上他们遵守中央的防疫规定，但实际上他们阳奉阴违，自己不戴口罩。表面上他说他热爱自己的国家，然后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德国，然后称赞德国的生活平淡而真实。表面上他们说他自己其实是人民群众的一员，但是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特权，并且炫耀这种特权。这就是赵立坚他夫妇2个给普通公众呈现出来的真实面貌。他们真的是与事实不符，但是就是这样的人是我们的新闻发言人。第二点啊，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一个人如果长期说谎啊，有可能会对人格啊造成某种障碍。你看赵立坚，他其实就是面对发言的时候长期说谎，长期说谎之后呢，他所形成的那样一种表现啊，我觉得他已经慢慢的丧失人性了。最后你看他父亲在 ICU 里头，然后呢，组织给他嫁了，他都不去。另外一个，这臭丫头啊，她有一点我觉得特别的令人欢乐啊，就她分辨不出来网友对她真正嘲笑的点在什么地方，她已经完全生活在另外一个平行的宇宙了。她还觉得其实她只要讲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啊、颜色革命啊，就可以化解公众对她的嘲笑。殊不知，其实公众嘲笑的是她的智商，是她脑子里进水的这一对夫妻的状态。最后啊，我建议大家都赶紧去围观一下这个就是大葱与臭丫头的这个新浪微博，因为啊，他现在一方面在拼命的删帖，把他去德国发的那些帖子啊，那些特权的帖子都删掉了；另外一方面，那个所谓的那个评论呢、转发呀，他也都实行了一键保护。说不定啊，过1-2天，等我们这节目做完之后啊，他这个微博就彻底没了。如果那样的话，这热闹就看不着了。请你重复一下你的问题。A question from Reuters. Given the widespread display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zero COVID policy, is China considering ending it soon? And if so, when?你谈到的有关情况与事实不符，